戀愛腦對比理性心，愛情裡的化學反應與現實考驗。你有沒有看過身邊某個朋友，明明平常冷靜理智，做事周到，甚至是公司裡人人仰慕的決策高手，可一旦陷入戀愛，整個人就像變了一個樣。以前他會分析風險，權衡利弊，但現在他為了另一半，一夜之間能從台北搭高鐵跑去高雄，只為送一杯奶茶。以前他計劃精細，現在卻把存款拿去買對方隨口提到的夢幻包。甚至更極端一點，有人明明知道這段感情有問題，卻說服自己沒關係，我們有愛就能克服一切。這就是大家常說的戀愛腦。但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戀愛腦的狀態會發生在幾乎每個人身上？難道我們真的會在戀愛裡短暫喪失判斷力嗎？還是這其實是大腦幫我們上的一門愛情化學課？科學家告訴我們，當一個人陷入戀愛，大腦其實會分泌一整套愛情雞尾酒。多巴胺讓你感到快樂、興奮，好像世界都亮了起來。催產素，俗稱擁抱荷爾蒙，讓你覺得安心、依戀，想要更靠近對方。腎上腺素，心跳加速，手心冒汗，那種小鹿亂撞的感覺，就是他在搞鬼。這些化學物質加起來，會讓一個平常很理性的人，突然變得像喝醉酒一樣頭暈目眩。換句話說，戀愛腦並不是虛構，它真的是大腦的一種生理現象。但問題來了，這樣的化學反應並不會永遠持續。研究顯示，強烈的熱戀期荷爾蒙大約能維持18個月到3年之後，當化學反應逐漸趨緩，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就會進入現實考驗期。這時候，愛情就不再只靠心跳，而是需要理性介入。也就是說，戀愛腦可以幫助你墜入愛河，但理性心才能幫助你經營愛情。佳琪和袁凱是一對相識於大學的情侶，剛開始他們的愛情像偶像劇一樣甜蜜。袁凱會騎車3小時，只為送佳琪一碗他想吃的豆花。佳琪則每天熬夜陪袁凱備考，幫他準備考前小抄筆記。那段時間，他們的朋友圈都在打趣：你們根本是熱戀腦代表隊。然而3年後，故事出現了轉折。袁凱進入職場，壓力暴增，開始加班到深夜，沒辦法再隨時陪佳琪。佳琪則開始覺得自己被冷落，懷疑袁凱是不是變心。在一次爭吵中，佳琪氣憤地喊：你根本不愛我了，要不是因為我提醒你，連我們交往紀念日都忘記。袁凱則回敬：我工作這麼辛苦，不也是為了我們未來？難道愛就是每天黏在一起才算數嗎？熱戀時的化學反應早已褪去，他們第一次發現，愛情不是光靠感覺就能走下去。戀愛腦的優勢與陷阱。優勢：1. 促進親密。戀愛腦讓兩個陌生人能快速建立情感連結，跨過心理防線。2. 勇於付出。它讓人願意冒險，犧牲時間與金錢去表達愛意。3. 創造美好記憶。熱戀的瘋狂舉動往往成為關係中的甜蜜回憶。陷阱： 1. 忽略警訊。明知道對方有不負責任、情緒暴躁的問題，卻告訴自己愛可以改變一切。 2. 失去自我，為了取悅對方，放棄自己的夢想、原則，最後可能迷失方向。 3. 短視近利，太專注於現在的甜蜜，卻沒有思考長期的相處方式。
戀愛腦就像一把火，可以點燃愛情，也可能燒毀理智。那麼理性心該如何補位？理性心並不是要消滅浪漫，而是要幫助我們把愛情放在現實的框架裡。它會提醒我們幾個關鍵問題：一、價值觀是否相符？兩個人能否在金錢、家庭、信仰、生活方式上達成共識？這比一時的心動更長久。二、衝突如何解決？熱戀時爭吵不多，但一旦進入日常生活，衝突的處理能力決定關係能否長遠。三、是否能成為彼此的成長助力？真正的愛不是消耗彼此，而是讓對方成為更好的自己。理性心會告訴你，愛情需要的不只是化學反應，還需要日常的選擇。我們再回到佳琪和袁凱的故事，經過幾次激烈爭吵後，他們決定冷靜下來談談。袁凱說：我知道我最近很少陪你，但我真的希望我們能一起規劃未來，不只是現在。佳琪沉默了一會兒，突然意識到自己一直追求被陪伴的安全感，卻忽略了袁凱為未來努力的心意。於是他們開始學會分工，袁凱努力在工作與生活中找到平衡，而佳琪則選擇去發展自己的興趣，建立生活重心。漸漸的，他們不再只是熱戀時那對天天黏在一起的情侶，而是變成能共同面對壓力的夥伴。這正是理性心介入後，愛情能走向更深、更穩固的關鍵。真正的浪漫其實很理性。有人說，戀愛腦是愛情的開場白，而理性心才是愛情的續集。如果說戀愛腦是煙火，絢爛卻短暫，那麼理性心就是爐火，溫暖卻能長久。所以下次當你或身邊的朋友陷入戀愛腦的甜蜜與衝動，不妨停下來問自己，這份愛能否經得起時間考驗？除了感覺，我們是否有能力攜手面對現實？答案或許不浪漫，卻能決定一段關係能不能走到最後。因為真正的靈魂伴侶，不是只有心跳的化學反應，而是一起選擇的理性堅持。結語：戀愛腦是真實存在的化學現象，它能幫助人快速墜入愛河。然而，愛情若只停留在戀愛腦階段，遲早會遇到現實的撞擊。理性心的介入，才是愛情長久的保護機制。